我这么吃苦，也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。我父母小时候就去世了，我1岁多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去世了，然后我6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又去世了，就剩我跟姐姐2个相依为命，就和自己的小伙伴玩，然后人家晚上都有爸爸妈妈喊回家吃饭，而我是玩到天黑也没人喊我，没人喊我回家吃饭。有一次就是为了混口饭吃，把人家放牛，然后牛放不进了，也不敢回来，只有我姐姐去找我，然后那个牛就在那个玉米地里面吃饱了睡着了，我就找那个牛找不到，因为为了吃一嘴饭嘛，然后把人家牛放不进了，就很害怕，也不敢回来，只有我姐姐去找我，当时我哭得好伤心，就怕人叫我赔那个玉米钱。那时候真的是都不想去回忆童年了，毕竟现在还好吧，现在不是有多好，但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现在你在太和有房子吗？我有2、3套。哎呀妈，连3套，中国那个人努力真不得了，很好。天道酬勤，苦命还终于发现了。别人出来以后说都会想家，当时我是不想，因为我不想回到伤心之地。因为我每次回去，别人家的房子都是楼房了，就是我们那个3间房子还是木房，感觉我每次看到老远看到我家房子空落落的，我就会想哭。还没到家我就开始眼水止不住了，因为一个村庄就剩我家是木房了，而且里面的是空落落的，没有一个人，就觉得很伤心。但是有时候会想我姑妈，我就会回去，因为她为我付出太多了。我们这个辣椒从老家拿过来，要自己发酵半个月左右，才能熬这个烤鱼油。5、6种辣椒配在一起发酵，1斤油4两辣椒。这样会不会太辣了？不会，这个辣椒发酵过就不会太辣。这个倒进去以后还要熬4个小时，每次熬手都起茧。夏天的话都熬得满头大汗。这2天还好一点。我这个一直不停地搅，要搅4个小时，不然你不搅的话，它就会糊掉了，然后就会有苦味。那我这一锅3000块钱就报废了。有30几种料，最关键是我们家这个就是秘制料，就是秘制烤鱼油。打成粉这是怕人家认出来还是怎么搞的？不是，这打成粉是为了让它入味。哦，我知道。这个好呀，现在闻到麻味比较香。这回你干的这么麻溜的，你习惯了，半个小时能杀10条鱼，现在都习惯了。他们觉得明显干死麻利。每条鱼都要腌吗？是的，每条鱼都要腌制个10几分钟，然后入味了才去烤。弄了你说好吃。然后就用炭烤。来了，这么大鱼多少钱这个？这个是128的。128。然后要腌制一个1、20分钟，然后再来烤。要把这个汁疏干，然后再抹刚刚我们熬那个酱。哦，就是刚才那个酱。对，然后让它更入味。这抹的还怪仔细这个。要抹，然后让它入味，然后这都是自己秘制的酱。人家都炸的，你这是顺烤、炭烤。是的。搞得仔细。你下午没有事你就专门烤鱼吗？对，3点半钟就开始弄烤鱼了，然后一直就忙就。刚才我的朋友早点来，将近8点钟就做屋子都做满了。你哪早晨8点钟都来吃烤鱼啊？对面有个工厂，然后他们正好下夜班，晚上就跟我约好的。哦，一天能烤多少条鱼啊？这个一般20几条，然后有时候30几条，就这样。你这不是炸的烤的太慢了，对，一般人家都讲是讲烤鱼，其实他们是油炸的，但是我们家真的是用炭烤。
炭烤出来它有炭香味，它外焦里嫩，它皮啊这些烤出来都很好吃。然后就是正好配上我自己秘制的这个酱，然后抹在上面烤出来，会口感是更香更好吃了。不让它干，它干了就不好吃。它这样抹的，然后它肉质就嫩。最少的要烤半个小时哦。我把这烤的，你看金黄金黄的，就主打就这2个菜。对。鲫鱼。所以家常菜呢，我炒的不是太那个，然后家常菜顾客都讲。老板娘，你要是进修，你家常菜不怎么样，但是你的烤鸡和鸡都是一流的讲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也是自己制作的调料粉。美女，你这个烤鱼和万州烤鱼有什么区别啊？我没有去过万州，但是有一天有个顾客他来说万州烤鱼还挺多的，但是都没有我们家好吃。他说这个油啊都是自己秘制的烤鱼，然后这个油真的是成本很高的油。有这么多油，吃起来会不会油腻啊？不会，吃了一次还想第2次。好多顾客都喜欢吃，这样吃，各种各样的都有一点。千呼万唤这个烤鱼到了，是贵州烤鱼，不是万州的。万州我也去过，万州烤鱼真没有这个小姑娘烤的好。它这是蛋，一条一条蛋烤的。我先尝尝这个鱼，这个鱼再吃都不够。你看我们几个人，我们6个人2份，一个是128的，一个是138的，200多块钱，吃得好，还送素菜。好像入味。所以说，尤其它这个独家秘方调料，他从小就是自给自足，他没跟我学过，他过来讲过的。上次我问的，他自给自足的，都是他自己悟的，悟出的真好，味道真好。其实我本来没吃过这美女煎这个，我很排斥这个烤鱼的。我不吃烤鱼，我一直认为烤鱼都不好吃。你看我在万州吃过，都是一般，不符合我们口味。它这个到底它又来蘸个土豆了，符合我们家口味，这就好吃的。它放的洋葱、藕，还有千张，还有这个金针菇，它放的每一个东西它恰到好处的，这个藕。我们搞的叫它上的微辣，微辣有点辣。今天我白酒就不喝了，小啤酒来一杯。你看它的鸡，他家那是12块钱的鸡，他这个功力啊绝美，一生难忘。尤其他这个蘸水一配绝配。